我是公子达达利亚，一直以来饱受开移后无法下楼攻击的困扰，我立志要突破极限。今天是我尝试下楼攻击的第14514次，我可是在不断进步的达达利亚啊！失手了。哟，这不公子吗？不就是下路攻击吗？让你见识下伪神的力量吧！苍流水影，世事无常。唉，加油啊，邻人大人！爱游戏爱生活，原神冷知识欢乐多。各位旅行者们好，我是你们的星魂啊，是一名干啥啥不吃饭地名的硬核肥宅。本期视频由以下小伙伴的舰长充电赞助播出。这次依旧是和服装时尚区 UP 主平原方中合作带来的一些神里灵人小细节专题，由我分享一些目前发现的神里灵人的小细节小知识，而后是平原方中带来的对于神里灵人形象设计上的专业解析。话不多说，一跃弹幕走起来，让我们直接开始。神里灵人的命之作神手百作，虽然之前有人故意选用了神手中憋的意思出来玩梗，但咱灵人公子肯定更适用其中神情内敛、精神内聚的含义。根据松原说的，这个神手在日语以及英语中更多的是神圣的守卫之类的意思，那岂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命之作是大树守卫？或者我们揣测这个神圣的柏树是个什么树啊？虚树之树啊？世界树啊？那我先把考哥给放在这。根据松原考据的内容，日语中柏更多其实指的是一种橡树，尤其是在灵人的角色故事中特别提到，他们说的柏木叶子虽然是常绿的乔木，树叶却不是真形，这就和大部分柏树区分开了。神里灵人的称号盘祭叶守中，叶守出自日本的传说，他们认为橡树中有守护树叶的神灵寄宿其中，所以很多橡木都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枝叶繁茂，根茎粗壮，甚至有些橡树冬天都不会落叶。叶守与神手这就有异曲同工之妙了。盘祭中的盘一般译为磐石、大岩石，磐石历经岁月洗礼，时光风化，却依旧牢固。结合到期永恒的追求以及摄凤行的职责，可能指的就是摄凤行所负责的一系列祭祀内容。而神里家主就是守护这一切的守护者，就如同橡树中的叶守一般，神里灵人就是神里家以及摄凤行这棵柏的神手。盘祭叶守还有下半句新翠龙枝，新翠即树木新冒出的枝芽，不正呼应了年轻的灵人。龙枝则象征了灵人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有了独当一面的能力。神里灵人传说任务叫梧桐一叶落，还有后半句天下尽知秋，出自淮南子说山，原句是以小见大，见一落叶而知岁之将暮。在太平御览卷24引作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而后就演变成了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比喻有某种迹象推知发展趋势，也很好的概括了传说任务中的故事。灵人通过一个婚礼能推算出未来局势的发展变化，提前预判全局，权衡利弊，做好安排。没有展露出下半句的天下尽知秋，或许是为了体现灵人才有这般的深谋远虑。灵人是目前到期角色中唯一不是穿木屐而是皮鞋的角色，的确是最兢兢业业的到期公务员。神里灵华语音打雷的时候，大御所大人是在诉说什么吗？初看其实不太能理解，在灵人的语音中就解释了原因。灵华自小害怕打雷，直到家母告诉他雷声是大御所大人的倾诉，从那时起，每逢打雷他都会神色专注，仿佛这样就能听懂大御所大人的言语。是母亲哄小灵华的话语，灵华却一直认真记到现在。那我都不敢想，如果灵华缺鹤冠，会不会觉得雷神是个话痨啊？灵人和萧有一句开启宝箱的语音，大致上是一样的，对你有用便好，对你有用便好啊，都是为爷着想的好男人啊！毕竟一个抬头见的，一个低头见的。上次这种情况还是早佑和万叶的开启风之翼语音。说到之所以做早佑的风之翼语音，是因为早佑的语音列表里面没有收录风之翼的语音啊，其他有收录的语音就别给我投稿了。神里灵人的日配声优是石田章，还配过银魂中的桂小太郎，都出身贵族，都擅长武士刀啊，米家传统异能了。神里灵人的技能捏他的动漫死神里的反派冉神里流镜花，神里流水釉，合起来是镜花水釉，与冉冉的斩破刀镜花水月发音上很相近。镜花的介绍里面有一句：“你是什么时候产生了自己得手的错觉？”这句话与冉冉的名台词一体いつから強化水月を使っていないと錯覚していた。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妈的绝了！釉指的是古代王公贵族圈养鸟食的狩猎场，水釉就可以理解为你已经是灵人手中的猎物了。净化的效果是在原地留下一个幻象分身，而自身以极快的速度释放数次斩击，快到产生残影，加上与水釉的配合，如同镜花水月一般不可捉摸。你以为他没出手，其实已经结束了。你早已身处灵人的狩猎场中，现在正如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了。都是神里流的剑法，灵人和灵华的普攻招式上还是有些相似之处的。起手都是横斩再接斜劈，都有一段次元斩以及缓缓的收刀方式。灵华普攻第4下才开始有收刀动作，而灵人第4下普攻没有出现收刀动作，不过的确是把刀收进去了，只是太快了我们看不到罢了。灵人开 E 技能后的斩击看起来很多，实际上攻击形式也就3种罢了。灵人的武器摆放位置也和其他单手剑不一样，是和凯亚一样靠右竖着放的。我这目前能找到的小细节就大概这么多，接下来请平原方中带来对角色设计方面更细致的解析。少种草，多避坑。你好，我是平原方中，很荣幸又收到了星魂丧的邀请，来鉴定原神里的角色服装。神里灵人这个角色上线的第1天，我就迫不及待的把它抽出来了。你们有没有觉得他的这身衣服很奇妙？乍一看好像是穿了套西装，但如果拉近距离一层层的分析，又会发现他穿的其实是传统和服，跟我们上次讲过的钟离服饰一样，是把各国的传统元素和西装结合的优秀典范。从这身衣服上，不光能看到日式和西式的元素融合，还有这2种文化中的军装和礼服的结合。我认为这身衣服的设计甚至跟帝君那套相比都不相上下。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米哈游的设计师是怎么做到把传统和服做出西装即视感的。先从配色开始，灵人造型的整体配色以白、蓝、金3色为主。这种蓝色有个专属名称叫 Navy， 这个词既能代表蓝色，也能代表海军。而蓝白金的配色正是起源于英国的海军军服，这也是西装里最经典的配色之一，一般会用白色裤子搭配带有金属扣的蓝色西装上衣，这是一种能适应几乎所有日常场合的穿搭方式。如果想要一套百搭的西装，又不喜欢深色套装的刻板，那这种配色绝对是你的第一选择。神里灵人的上半身用日本传统的和服穿法穿了4层衣服，这件白色内搭叫如畔，这是和服中穿在最里面用来打底的部分，一般会用比较轻薄的白色面料制成。灵人的这件在上方还用蓝色面料多叠出来了一层，在和服里这个叫半襟，别在如畔上用来装饰，也方便取下来单独清洁。现代的一些衬衣也会有把领圈内侧换成颜色较深面料的类似做法，能让衬衣更耐脏。中间这层蓝色的衣服叫着物，是一套和服的主体部分，根据颜色和纹样的不同，可以有很多种叫法，比如白色的叫白无垢，纯色叫色无地。除此之外，着物的袖口也有不同宽度，分为大袖、小袖和筒袖，袖子越窄就越便于活动，而灵人身上这件就是色无地的筒袖着物。这件衣服的领口也有2层，白色这层细边叫伊达巾，是单独的一块布条，用来穿在着物里面提供层次感和装饰作用，有时候也可以佩戴多层不同颜色的伊达巾来体现对场合的重视。着物和外套之间还有一条深色腰封，按照和服的叫法，这层应该叫丸带，就是用来固定和服的宽腰带，但在这里它起到的作用却更像西装里的低领马甲，这是西式着装礼仪中最正式的一种马甲款式，一般只会用来搭配燕尾服。这种马甲的领口很低，前片只在下摆的部位有很小的一块连接，能为一身造型提供恰到好处的层次感。它腰封的下摆是2个尖角，刚好也跟低领马甲的形状一样。而灵人最外面的这层外套是整身造型的重头戏，这件衣服同时融合了日本和西方的礼服还有军装元素。按照日本的叫法，这层应该叫羽织，这是一种前身不能闭合的宽松衣物，一般会套在和服外面，既能防寒又能让人看起来更有气场。日本的很多动漫人物也都会穿着羽织，比如《鬼灭之刃》里的几位柱和《死神》里的队长们。这件衣服的袖口很大，而且穿过了一根带子，这个叫袖廓，来源于日本传统的寿衣，最早是日本人在野外狩猎时使用的运动装，后来逐渐发展成在祭奠仪式上神官穿着的衣服。袖口上的这根带子可以在需要时拉紧，让衣服能更便于活动。这个元
元素也常出现在日式巫女服上，像《犬夜叉》里的桔梗，还有八重绳子的服装上都能见到。而如果从西装的角度来看，这件衣服又很像是一件燕尾服。经典的燕尾服跟羽织一样，前身不能完全闭合。燕尾服的前半部分衣长很短，一般就是刚刚及腰，配合上低领马甲，能让穿着者的腿看起来很长。但跟燕尾服不同的是，这件衣服肩部还做了肩章，这是常见的军装元素。在西方，军人参加正式场合一般会用军礼服来代替普通礼服。这种前身像是燕尾服，但又带有肩章的设计，很像是军装里的 mass jacket 齐腰军装晚礼服。这种礼服前半部分跟燕尾服样式相似，一般会多一些像绶带和肩章之类的军服元素，后面则没有燕尾服标志性的长后摆，基本算是军礼服中最正式的一种。1990年，戴安娜王妃曾身穿这种礼服参加过军团晚宴。如果我们转到背面，会发现伶人的衣服后背上有2颗金色的装饰扣，这种扣子是最正统的燕尾服上才会出现的元素，设计师连这个点都考虑进去了，不得不说确实细致。再来看看伶人身上的配饰，最容易注意到的是这些日式铠甲，大臂上这块大面积的叫大袖，可以用来格挡箭矢。在过去，因为这块铠甲面积很大，海手的时候容易打到脖子，有的铠甲还会在脖子旁边做一块杖子板，来防止自己打到自己。在伶人的胸口上挂了一个日式绳结，这种结的形状很像经常出现在玉手上的玉手结。日本人认为绳结是与神灵沟通的桥梁，也会通过绳结来传递对人的美好祝福。伶人这个绳结的位置恰好在领部，观感上也很像西装礼服里会用的领结。在游戏未定事件簿里，陆景和也有一套造型用中式盘扣代替了领结，也是类似的思路。我认为这2者都是将传统服饰和西装融合的优秀典范。讲到这里，可能有人要说，这只是一个游戏里的角色，可能设计他的人都没想那么多，我却在这叨逼叨半天，是不是有点过度解读了？在电影《穿 Prada 的恶魔》中有一个经典桥段，主角穿了一件平平无奇的蓝色毛衣去上班，而主编米兰达只看了一眼，就用寥寥数语讲出这件衣服是在哪一年由哪位设计师设计出来的，又是怎么逐渐过时落到打折区，最后穿在主角身上。很多我们以为毫不相干的事物，其实充满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在前面视频里说到的这些点，其实只是这套衣服来历中很小的一部分，因为这些服饰都不是凭空被创造出来的，而是在每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受到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科技、意识形态的影响，才演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我认为对一套服装来说，怎么解读都不过度，因为在地基之下还有地基，脉络的尽头还有脉络。我们身上穿的每一件衣服，甚至脑海中的每一个观念，可能都起源于1000年前的某本书籍，甚至万里之外某只蝴蝶扇动的翅膀。而对服装溯源的过程，也能透过表面的衣物，一窥各个时代的观念和历史。未来我还会继续解读各式各样的服装，我的目标是把我的频道做成服装界的百科全书，希望能跟你一起分享知识增长的喜悦。我是平方中，少种草，多避坑，关注我，让你越穿越有型。感谢平原方中的解析，每一个角色身上的各种小细节其实都是来自制作组精心的设计。我做的细节冷知识这个系列视频，也是希望能够将他们用心埋藏彩蛋发掘出来，或有趣，或有用，或长知识，或图一乐。原神冷知识系列已经陪伴大家1年多了，不知道有多少人是从当初我哔哩哔哩不到10万粉的时候开始关注我的，可以留个爪印让我看看吧。我也即将迎来哔哩哔哩的50万粉，算是达成了一半的100万粉小目标。很感谢大家的陪伴，到时候应该会弄个直播庆贺，会给各位准备一些小礼物来感谢大家的陪伴与支持。如果有小可爱愿意准备些50万粉的庆贺礼物，我也非常感谢。因为私信不能发图片的原因，你们都可以发到动态，然后艾特我，到时候直播的时候也会来看看。我会给喜欢的礼物送上一份小回礼。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你们陪我走过的时间我都铭记于心，也希望每一次相遇大家都能有所进步，更加美好。所以每次结尾我都会说上这一句：感谢你陪伴的时间，期待下一次更好的相见。